各位网友，大家好！我今天要录一个完整的黑苹果的 EFI 制作以及安装的视频。应网友的要求，本来我现在的版本是0.6.9，然后我看现在社区已经出了最新版0.7.4了啊。那正好我也有需求要升级，那顺便我就录一个吧。OK。然后大概因为这个我已经比较熟悉了嘛，大概就5个步骤吧。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去下载 OpenCore 的一些最基本的文件，就整个 OpenCore PKG 我们把它下下来，提取一下我们需要的文件。第二个就是它相关的驱动。第三个就是配置 ICPI。第四个就是我们要配置 config.plist。第5个就制作启动盘。第6个就是我们要去验证启动。一共大概就要分这6个步骤。那先从第一个步骤开始，对，我们去下载这个 OpenCore PKG。那我们已经打开了这个 URL， 回头我也可以提供给大家。首先去下载 OpenCore PKG， 然后我们要 x64 里面 EFI。第一个是 boot 我们需要的 OC， 那这个我们都留着嘛，我们把整个 EFI 都拉出来。我们在桌面上新建了这个 EFI 目录，里面还有一个文件啊，我们一起把它拉出来了。现在我下次再找，在 document 这个 sample 点 plist， 这个文件其实后面在 OC 目录里面我们是需要的，我们一边把它放进去啊，改个名字叫 config 点 plist。好，那基本上我就不再需要它了。那这里面第一个 boot 目录是我们需要的啊。OC 里面 ICPI 它空的，然后 drivers 我们留几个，留哪几个？这个文档来吧。那里面有2个是需要的，一个是 HFS Plus， 一个是 Open Runtime。这个留着吧。然后截屏留着，这个要不要声音？要不要无所谓。我们这期也不打算搞定声音。好，我们剩下这4个文件有2个是必须的，这个 Open Runtime 是必须的，然后 Open HFS Plus 是必须的，然后 Canopy 跟这个 Screenshot 这2个，一个是截屏的，还有一个是跟你的蓝牙设备有关系。那这2个我们都留。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要把必须要的驱动加进来。那必须要的驱动有哪些啊？第一个 Virtual SMC Lilo， 这2个是必须的。注意啊，我们都要下最新版的。这里面这个是需要 CPL Processor， 那这3个都不需要的。为什么需要这3个啊？那里面讲的 Processor 是干嘛的？监控CPU 温度的，然后 CPL 这是风扇的转速。
这个是必须的，这是所有的文件的基础文件。你的驱动进来都跟它有关系。ALC，这是我的身份。然后我好像是英特尔的网卡吧。嗯，怎么两个？ALCU 是干嘛的？从来没有要过 LCU 啊，可以解释吗？没有解释 LCU 是干嘛的？不管它，有空再研究吧。然后是英特尔的网卡，然后英特尔网卡我们要的是这个版本。USB inject all 这个先留这个。无线的部分我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的，因为我这是免区的。然后剩下的我应该都不需要了。OK，我的驱动已经做好了，那下一步就是去配置这个 ACPI 啊，ACPI，在这里啊，Getting start with ACPI 的，然后第一步它让你去选择 SSDT。我们先要看我们 CPU 的型号啊，我们 CPU 是9代的英特尔，那9代的英特尔它是 Coffee Lake 架构，那 Coffee Lake 的架构它需要去搞定这个对齐啊，它需要搞定这几个文件 plug EC， 然后 AWOC， 那 PMC， 那先看 SSDT plug， 然后他说你要有一个 SSDT time 工具。先 Google 一下 SSDT time， 点过去，复制。啊，我们在底盘 APPS 建了一个 Hackintosh 的目录啊。如果不会这个命令的啊，你可以直接在这里点下载 download zip 啊，它需要 Python 的运行环境啊。那 Python 的运行环境嘛，Windows 应用市场就可以安装了啊。我本机因为有 Python 的运行环境，所以我就不用再安装了啊。然后这个下好了，
那下好了之后，第一步启动 SSDT Time， 它会下载一个支持的东西。dump DSDT， dump DSDT， 我们是8，有8，回车，它 dump 好了。那这个时候 current DSDT 就有值了，这个时候我们不要退出啊。那 plug type 在这里是4，这一步已经做好了。这一步做好了之后，我们要做 EC 啊。第一步是 dump DSDT， 那我们不用 dump 了。好 ，fake EC。fake EC， 我们选2。好 ，EC 又做好了，效率也太高了。AWORK 它好像说 SSDT time 也是可以做的。那我们直接是选6。我们不需要 AWORK， 那我们就是需要 RTC 0。等一下再处理 AWORK 的问题。还有一个 PMC 这样 ，PMC 比较简单。PMC 直接选5。好，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就可以得到几个文件，在 results 里面，它是没有 AWORK 的啊。DSDT 的这里，我还需要一个脚本。我们选择手工啊。终于找到了，我们下载一下。这里面好多工具呢。ASL， 那我只需要一个文件就可以了。
我们执行一下这个命令，就会得到一个新的文件。这个是编译后的文件，这是反编译过来的原文件，因为只有原文件我们才看得懂。我们还得装一个文本编辑器，装一个 Notepad 加加吧。这个是我们打开过的 DSDT 的原文件。下一步，我们再回到文档，选择手动。第一个它是说在 ICPI 000E，我们去找一下。如果找不到，然后让我们再去找这个东西。然后底下是没有 state， 没有 state， 所以我们是需要一个 RTC 0，下载一个 RTC 0，而且也不用下载了，就这么点复制过来就行。RTC DSL， 然后我们要确定 PCI 0跟 LPCB 这两个位置是不是对的。我们要去先找 LPCB looping count 的位置是不是对的。上面叫 LPCB， 记住它叫 LPCB。第二个是 PCI 的位置，会有个空格。PCI 0，所以在这个文件当中，它上面的两个路径，一个是 PCI 0，一个是 LPCB， 那这两个其实我们不太需要改的。我们需要把它编译一下。RTC 0，这里面应该会多出一个文件，叫 RTC 0 AML， 所以总共我们 ICPI 需要的几个文件，现在我们就做好了。
这里一个文件 ，EC plug PMC，名字不对吧？SS，那我们现在所需要的4个文件就已经做好了，再检查一下，1个、2个、3个、4个 ，OK， 4个就好了。那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配置 config.plist。我们是 Coffee Lake 架构，选这里。需要几个工具，第一个是 PopTree， 第二个是 GNSMBIOS， 对吧？GNSMBIOS。这2个文件我就已经都准备好了。我们要 sample config.plist。那在 docs 在这里一个 sample.plist， 把它改个名字，放到这里。我们之前已经做过了。启动 PopTree。首先我们打开config.plist， 然后呢，照着文档一步一步的来就好了。这玩意怎么收得起来？ICPI add， 那我们只需要做一个 OC snapshot， 它就会把你需要导入的自己去导入了。那这几个文件我们不需要再 add 了。他讲了这几个文件干嘛用的？第一个要改的是 booter，
啊，我们一条条的往下改啊。这里有讲的，那些是干嘛用的？device property，按照它的要求，我们没有这个项，新建一个。这里有3个选项啊，第一个它是驱动一个显示，但我不需要的，这个是不让它工作了，这个是给它做计算任务，但是不需要去显示。那这个是因为我电脑是有独立显卡的，所以对它集成显卡，那我没有什么要求，你自己去做计算就可以了。所以这个选 data，我们选第3个。后面2个跟它的极显的内存有关系，超过了就好了。后到kernel，这里有2个选项，一个是 CFG lock 啊，一个是 map，这2个在你的 BIOS 里面都要有修改，那后面文档上有 BIOS 要修改哪些项？他说 enable for HP systems，我们不是 HP，不用改的。这2个在 BIOS 里，一个叫 CFG lock，一个叫 VT-D，把它 BIOS 这2个选项，一个是 disabled， 2个都是 disabled。debug 开起来，这个 target 应该是一个 debug 的级别的。那 Scan Policy 是什么？就是我电脑上装的有其他操作系统，它自动给你扫描一下。
然后这个 tools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用的，把它关掉，要不然启动下来的一大堆。这个留着。除了一个 clean nvram，剩下的我们都不要留，要不然一大排，其实对我们没什么用。他说 show more debug information requires debug version of OpenCore。然后 nvram 里面第一个是 bootargs。debug 等于0x100 alcid 等1。现在的 alcid 是茫茫的，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多啊。然后把语言改成英文，我们用 string 的方式来改，在这，因为这个 data 也是看不懂的，是吧？所以我们改成 string， 它支持这种改法。那现在就比较能看得懂。Preform info， 这个是填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电脑的那个 BIOS 信息，就是刚刚我们去下载的。GNSM BIOS， 那么启动它。因为我们这个独立显卡又是9代 CPU， 所以我们模仿的是这个。先选3，我们要生成 SM BIOS 信息。然后现在让我们去输入，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这个东西。好，现在把这个信息一条条的抄过去。第一个序列号，在这，那第一个序列号抄过来，第二个主板的序列号，第三个 UUID， 把这几个值把它抄过来。我现在不抄了，因为我等一下要抄我原来机器上的。这2个值不需要动的。
那我现在基本的东西都改完了，但是我等一下还有一些其他东西需要改的啊。那现在就是 BIOS 的部分，你在你的 BIOS 当中分别找到这些选项，需要把对应的值 disable 或者 enable。如果你的主板里面没有这个选项，对，那需要想其他的办法。刚刚说的，比如说 CFG lock，VT 更低等等的，它是有不同的方法的。一个是基本的做完了，那我们 config plist 的基本的已经处理好了，现在我们要处理一个GUI，在 post install 里面 add GUI，一个是我们需要下载它的 binary resource，还有一个是 Open Canopy EFI，这个我们已经有了，那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东西下载下来就可以了。download，然后主要是把 resource 的文件拷过来。这4个拷过来，然后改一下这文件。它已经有了呢，他说把这个目录放到 EFI OC 下，然后 Open Canopy 点 EFI，然后 copy 到 drivers 目录里面去啊。这个其实我们很早就已经 copy 过了，然后这几项在杂项里面我们把它改掉。第一个是 pick mode， 我们改成 external。第二个是 pick attributes 17。我有这几种样子可以选，你要哪种？normal icon set 用的是这个，好像 default 好看一些，这边角不爱看。这最后一个是什么 ？Award 先选一下试试吧，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看。这两个好像没什么区别哈。哎，这个好看些。填到 boot pick warrant，然后我们保存一下。接下来我们到第5步，叫制作启动盘制作启动盘。制作启动盘在这个文档呢它是在一开始就 create the USB， 对吧？然后我们是 making the installer in Windows， 它说又需要一个东西，叫 Mac recovery 点 py。哦，这个工具在里面是吧？他这说的意思就在里面，它只需要 Python 有就可以。我们找一下，我们不需要再下载了。
这个工具在哪？它有说在什么地方吗？Utilities，在这，我把它放到 apps Hackintosh。CD 的这个目录里面，我们要装的是 Big Sur，敲这条命令就可以了。那我们按照它的方法来敲这条命令。cd app cd Hackintosh recovery，我们把刚刚的命令贴过来。然后他说这个东西下载完了之后会下到哪个目录里面？下完了之后，一个有 base system 点 dmg， 还有一个 chunk list。那我们先把这两个文件下下来吧。这个下载速度取决于你们家的网速哈。这个让它边来边下载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 making the installer。它制作它有几个方法，第一个是用这个 disk management，还有一个呃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玩意，没有用过。disk part 我知道，然后最简单的嘛 disk management， 我先去找一个 U 盘，我这个 U 盘也找着了啊，这个也下完了。他说右键之后要先格式化，然后用 fat 32。他说在这里面去建一个叫 com 点 apple 点 recovery 点 root， 然后把刚刚我们下载好的两个文件拖过来。
然后在它的同一级目录下新建一个目录叫 EFI。把我们刚刚制作好的 EFI 文件复制过来。我这里没有去做开机声音，在这个 resources 目录里面的 audio 的部分，如果你这个持盘空间很小，这里面的东西你可以全部删掉。在这里我们都已经做好了。OK， 那现在我们来试一下啊，你能不能正常启动？好，那我们现在正在重启，然后主要就是试一下行还是不行哈。好，我们应该选第4个，从这个 U 盘启动。哎呀，完了！刚刚演砸了哈，就直接就挂掉了。我们就看一下，我们开了日志，这里面记录了啥 ？OC 这个什么 system ID for SB this is not allowed。看起来像是一个安全相关的问题，我搜一下啊，看看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这个人说你要退回到 0.7.3。Security 有一个 Security Boot Mode， 我们要把它 disabled。这确实呢，应该是 default， 因为这个可能这个东西被改过。就是这样的，就是新的苹果系统，它的系统文件是不能被更改的。如果你被更改了之后，它是启动不了的。那其中一个就是跟 Security Boot 有关系啊。但它还跟别的东西有关系。就以前我们去搞定 USB 的时候，都是替换系统文件，那现在是不能替换系统文件了，因为你替换了之后，它就不能启动了。对，如果你要想它再启动，第一个你要损失掉安全性，第二个你要做其他的事情，就是它有一个 snapshot， 你要重新去生成那个 snapshot。扯远了啊，我们先把 public tree 打开。然后 Ctrl+O， 不是桌面这个了，我们要改的是这个 U 盘里面的这个。刚才那个是在什么地方？应该是在杂项里面。它是确实是 default， 我们把它先关掉，然后 save 一下。OK， 好，我们再试一下喽。OK， 我们现在来点重启。好 ，F12。它又挂掉了。要点 UEFI。哎呀，这下完了，这好像是成功了。哎呀，它太快了，
原因是我自己系统的 EFI 我改了一个延迟了30秒哈，大家就这个界面会停30秒，然后这个立马就进去了，这应该就是系统的 EFI，那个界面它的 logo 也没有。对，OK，那这个启动盘我就做好了哈。OK，那整个的我们就已经做好了啊，就这几个步骤都已经做完了，那就剩最后一个安装没做。那安装嘛，大家自己去做，我觉得安装复杂度没那么高，对。然后所有的东西嘛，在我看来，在 OpenCore 这个文档上都写的很清楚啊，就不清楚的在上面查就好了。OK，那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拜拜。